我哥哥已经出去1天1夜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是啊，阿玛若是平常晚归或者不回来，都会让赵总管知道。孩儿已经让赵总管带人出去寻找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但愿如此，老天保佑，我哥哥不会有事的。 六姑娘，方才你若再往后，这毒蛇就要咬到你的脖子上了。萨将军，原来如此啊！谢谢你啊！这一带毒蛇很多，不宜久留。对了，六姑娘，刚才你怎么会从马车上摔出去的？是不是因为马车颠簸了一下，你才摔出去的？是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 六姑娘，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赶，得抓紧时间。待会儿你可要坐稳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走吧。赵总管，找到阿玛了吗？可有王爷的消息？ 老奴四处找了都没找到王爷，还去问了平日和王爷关系较好的大臣们，可他们都说没看见。驾！驾！柳姑娘，到了。 忠义村，萨将军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等进去再跟你解释吧。这里只是村口，我们两个还要再往里头走一段路。六姑娘得辛苦一下。走。这是。 萨将军，怎么他们看您的眼神那么怪啊？咱们还是边走边说吧。哦。你一定很好奇，皇上为什么要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吧？这村子里住着2种人，一种是大案件的重要证人，另外一种是保护村民安全的士兵。孔曰：“尽己之谓忠。”孟云：“修恶之心义之端。”故皇上亲自为此村赐名“忠义”2字。真没想到，在大清的国土上，竟然还有这种地方。但是萨将军，你还没跟我说清楚，皇上让您带韩香到这里来，究竟有何目的啊？待会儿你就明白了。我们到了，六姑娘，先在外面等我一下。哦。弟妹，弟兄在家吗？孩子他爹，出来一下。来了。 爹，快让开！萨尔宽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将军受皇上吩咐，带了一位贵客来访。哦，小李子，朕命你对柳含香知无不言，以洗刷朕杀害以丹格格之罪名。你说，你叫韩香是吧？啊，是。请问你是？我就是小李子。
小李子，你就是21年前失踪的那个小李子。嗯。可是，你不是公公吗？怎么会？哦，你说这胡子呀？嗯。这是假的。我隐姓埋名在这住了10多年，习惯贴着假胡子伪装了。可是，当年你离奇失踪，又怎么会在此地落脚呢？这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将军，还是你来交代吧。当年皇上得知其他3名公公同时意外身亡，就连小李子也突然失踪之后，皇上对这件事情相当质疑，所以便下密令调查净室房，并全力通缉失踪的小李子。后来，小李子被我给逮到，我将他送到皇上面前接受讯问，小李子才供出当晚是李子和，也就是后来的宣妃拿钱收买了安和顺，要他们4人抬轿。事后，安总管又奉李贵人之命，想要杀这4人灭口。当时，皇上为了不让这件丑事曝光，所以决定先不声张。跪下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！小李子，你老老实实的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朕交代清楚，否则，朕会要了你的脑袋。皇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皇上，说，皇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，宣妃给了我50两银子，叫我们4个太监到了晚上，把她抬到皇上的寝宫。岂有此理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皇上，这一切都是宣妃一个人安排的。她买通了安总管，安排我们那天晚上把轿子抬到养心殿，说皇上喝醉了酒，根本不记得是否翻过牌，自己就能假装侍奉过皇上，顺利当上嫔妃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李公公，那么李贵人命你们在平南王告老宴席抬轿的那天晚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时我们几个奴才奉命抬轿到养心殿，当时并不知道轿子里坐的就是以丹格格。安总管，皇上已经回宫了。皇上回宫了？王公公怎么没派人来通知啊？王公公说皇上想休息，所以就不用麻烦净室房了。好吧。刚才我吩咐你的事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一定小心去办。去吧。李贵人，咱们走吧。李贵人，那奴才们先告退了。哎，走。后来格格怀孕的消息传了出来，才知道自己被安总管给利用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皇上便让我们将功赎过，弥补之前的罪孽，所以我便到了普寿寺旁的另一座庙宇剃度出家，好去照顾以丹格格。同时，皇上还派了4名侍卫也跟着我一块儿出家，以便暗中保护格格。那，既然皇上安排了这么多人在以丹格格的身边，又为什么最后格格还是遇害了？唉，我还记得，格格即将临盆的那天早上，那天整座普寿寺都为了格格即将临盆一事忙作一团。可没想到，以丹格格阵痛了3个时辰，却始终未能分娩。格格难受痛苦，其他人也跟着担忧。最后住持领着众人诵经，替格格祈福。而我为了补过，也用黑檀木刻了一尊观音交给青儿，要她拿给以丹格格，以保佑孩子顺产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青儿，把这个交给以丹格格，
这座观音会保佑他的。谢谢你。现在格格还没有分娩，我必须马上回去。那你快去吧。不久之后，空中突然飘来一股奇怪的味道，相当刺鼻，叫人闻了发晕。其中一名侍卫认出那是猛火油的味道。我等一行人怕格格发生意外，决定立刻前去尼姑庵保护格格。没想到，我们几个赶到普寿寺的时候，那里竟是一片火海。当我发现躺在地上的伊丹格格，她已经是奄奄一息，手中还紧紧抱着一个婴儿。我上前查看，竟觉孩子已经断了气。但奇怪的是，四处都没有看到青儿的人影。此时格格回光返照，她突然抓着我，慌张地要我去救青儿，去救她的女儿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伊丹格格生了龙凤胎。我答应格格后，正要追出普寿寺，却窜出了几名黑衣人，其中一名还戴着面具。他们杀光了所有的侍卫，而一名侍卫临死之前压住了我，我被撞晕了过去，因此才逃过了一劫。这下你该相信皇上是清白的了吧？要真是皇上杀害伊丹哥哥，又何必派这么多人就近保护伊丹哥哥呢？是啊，萨将军说的是。那么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了，谢谢你，李公公。对了，韩香，今天在忠义村看到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守口如瓶，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对了，萨尔宽将军，韩香还有件事情想请教你。什么事？猛火油的气味闻起来像什么呀？阿玛已经失踪1天1夜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泰儿，不如额娘跟你再去找找吧。额娘，这附近几里赵总管都已经派人找过了，更何况夜已经深了，不如明早我就奏请皇上，请皇上派人帮忙寻找阿玛。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还没睡啊？哥哥，阿玛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去哪儿了？我跟额娘都快担心死了。没事，我跟几个西域来的商人多喝了几杯。今天又到处游玩，所以弄到现在才回来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咱们多虑了。阿玛，你身上怎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啊？这就是猛火油了，来自西域，容易引燃，却很难扑灭，常用在军事与战场上，可算是作战的利器。这味道真的很熟悉啊！这猛火油的味道与那天我被关在柴房时所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。看来那个黑衣人肯定就是当年害死我娘的凶手。可能我在街上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，才染上了这股气味。你们去休息吧。哥哥，我在这里等了你1天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明日我就要回去了。萨尔宽将军，谢谢您今天告诉我这么多事情，真麻烦您了。不必客气。那要是没什么事了，咱们就在此告别吧。那好吧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还得赶回去向皇上汇报今天的情况呢。好，那韩香就先走一步了，告辞。不送。
你说什么？格太子生母是一名尼姑？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吗？回太子妃娘娘，奴婢是亲耳听见格太贝勒唤得名师太为额娘，这事错不了。竟然有这种事！太子妃娘娘，那么关于这件事，您有什么事下？既然这件事太子也知道，那这事儿就让他们去处理好。我们就专心对付柳含香。是。对了，玉印的事办得如何了？已经照太子妃娘娘的吩咐刻好了。很好。如今有了这玉印，我们是时候进行我们的计划。太子妃，怎么这么晚了，你还有空来看哀家呀？其实臣妾早就想来看皇太后您了，但这几日忙，也怕打扰到皇太后您休息。不知皇太后近日身体可好些了？好多了。哎，含香呢？她没有在这里照顾皇太后您吗？含香出去查案了。据哀家所知，你跟含香向来都相处的不好，怎么突然问起她了？那是臣妾过去不懂事，现在回头想想，柳含香为了查案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也就只是为了早日让案子真相大白，她的这份决心与勇气，实在是让人佩服呀。你能这样想，当然是最好了。再加上太子现在也忙于查案，连臣妾也都想关心关心这个案子了。臣妾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皇太后是否能答应？你说。听说皇太后当年赠送以丹格格一枚玉印，臣妾斗胆想瞻仰一下格格遗物。你为什么要看以丹的玉印呢？因为臣妾觉得这枚玉印的事情有些奇怪。既然雪雁是假格格，那这枚玉印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是否雪雁与真凶有勾结？这些都应该理清才是。而含香呢，似乎从不把这条线索当成重点，甚至还刻意忽略掉。听你这么说，玉印这件事确实有蹊跷。太子帮忙调查命案，再加上有时候还要忙皇阿玛交办的事情，早已是分身乏术。如果皇太后同意的话，不如就让臣妾也帮忙分担调查玉印的事情吧。你有这份心意，当然是好啊。印禛若是知道你愿意为他分忧解劳，或许还能增进你与他两人的关系。多谢皇太后应许。含香，含香，在想什么呀？我叫你都没听见。格太贝勒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宫里啊？你还说呢，我白天来找过你一次，但是你不在，所以吃过晚饭呢，我就又进宫来找你。你今天跑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还能去哪里啊？当然是去查案了。哦，那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
详细的情况我明天再告诉你。对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派人去通知郑亲王，打算明天一早跟你一起去问问郑亲王有关这件案子的事情。好啊，那现在你早点回去休息，咱们明天见喽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干嘛叹气嘛？其实呢，我本来想跟你再多聊聊的，不过看你已经累了，罢了，你早点回去睡吧。哎呀，再过几个时辰，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？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那就这样吧，我看着你走。哎呀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好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出宫的时候自己要当心啊。我会的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奴婢参见太子妃娘娘。柳含香，这么晚还去查案啊？是。哼，柳含香，看你还能查多久？你的死期就快到了。这么晚了，太子妃来找皇太后干什么？皇太后，您怎么了？太子妃娘娘走了之后，您就一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哀家是在想，太子妃刚才说的话是有点道理。含香为何从不去追查玉印的事？含香参见皇太后。免礼。谢皇太后。你查案查了1天了，查得怎么样？含香已经理清皇上、皇贵妃和本案的关联，确定了皇上所言不假。那你还查到了什么？据皇上所言，郑亲王当年已经知道了以丹格格的下落，所以明天一早，奴婢会和格太贝勒去拜访郑亲王，问清楚他为什么当年知道以丹格格的下落，却没有把他接回府中。这一点，哀家也想问问，嫉妒是怎么想的？以丹虽然是未婚怀孕，让她的脸上无光，但始终是她的亲骨肉。她怎么舍得让以丹委身尼姑庵呢？皇太后，您就别难过了。依依说过，要您的心情保持平和，不能太过于激动。哀家明白。明天你就去问个清楚吧。是，请皇太后放心。对了，有件事哀家想问问你，为何你一直不去查玉印这件事呢？难道你不想知道雪雁的玉印是从何而来的？雪雁，她是如何得到玉印的？可能这个答案只有她本人才清楚。皇太后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了，所以含香认为还是以理清以丹格格的死因为优先。希望您保佑我，早日找到杀害您的凶手。只是，现在线索查到了郑亲王的头上。如果真的是郑亲王杀了您，那含香作为郑亲王的亲外孙女，
又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真是对不住，奴才正在跟王爷练功，吓着贝勒爷了。不要紧。格泰参见正亲王。韩香拜见正亲王。免礼。谢王爷。想不到正亲王老当益壮，身手如此了得，晚辈好生佩服。听说你们今天是为查以丹的案子来的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王爷了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提他干什么呀？贝勒爷，韩香姑娘，请用茶。好，多谢。韩香，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很像以丹？是，之前皇太后也曾这么说过。真像啊！昨天贝勒爷派人来传话，说你们要来查以丹的案子。是的。福晋，据皇上所言，当初以丹格格失踪后，约莫过了大半年的时间，皇上曾经把以丹格格的下落告诉了正亲王。奴婢斗胆想请教王爷，当初为何没有将格格接回府上呢？哼，以丹那么任性，闯下了滔天大祸，此举不但令家族蒙羞，同样也侮辱了烈亲王。他宁肯躲到寺庙，也不愿打到腹中的孩子，我才不去接他呢。何必多此一举？不过他额娘心疼女儿，背着我偷偷去看过他。王爷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去看过以丹？你以为我看不透你的心思啊？那年你说要回娘家探亲，回来后那魂儿都跟丢了一半似的。我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于是我就找了你的贴身侍女春儿来问话。这我才知道，你居然偷偷的跑去到普寿寺看以丹了。福晋，王爷所说的可是真的？毕竟我们母女一场，叫我怎能不关心她呢？所以，我便瞒着王爷去看她。可是，既然您都见到以丹格格了，为什么不将她带回府中呢？这件事是这样的：当我找到以丹，便对他说，已经找到愿意接纳以丹的蒙古汗王。汗王甚至答应，只要以丹把孩子生下来后送人，就可以嫁给汗王做王妃。但我知道以丹重情，怕他不愿意舍弃肚中的孩子，所以就威胁以丹，若不答应这门婚事，我就要与他断绝母女关系。没想到，即便我这样的好说歹说，以丹这孩子居然还是拒绝我一片苦心。我当下被以丹伤透了心，所以也就只好黯然回府了。
格格，喝点热茶，暖暖身子。快去看看。一丹，额娘，一丹，一丹，跟额娘回去吧啊！一丹，听额娘的话，跟额娘回去吧啊！一丹，额娘，一丹，额娘求你回去吧。这孩子，额娘，我哪里知道，那一次我们母女见面，竟然是最后的一面。要是知道一旦会遇害，当初我就是绑，也得把他绑回来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当着外人的面，别哭个没完没了的。福晋，您别难过了。我相信，以丹格格他也不是故意要辜负您一片心意的。你凭什么替以丹说话？你一个外人，你可知道他额娘为他付出了什么？以丹他额娘放下自己堂堂福晋的身份，甚至是没了尊严，为以丹四处奔波，好不容易才求得蒙古汉王这门亲事，但以丹他根本就不领他额娘这份心意。这种不孝的女儿，本王不要也罢。后来，以丹死了，他额娘非要去收尸，是我不让她去的，所以才由烈亲王出面葬了她。至今我都没有去她的坟上去看她一眼，我都不让她额娘去。我就是让她在九泉下知道她究竟做错了什么事。可是，以丹格格她都逝去这么久了，难道王爷还是不能原谅她吗？因为以丹死都不肯说出肚子里的孩子他爹是谁，这不是在跟我作对吗？我绝不原谅他。难道王爷不想知道杀害以丹格格的凶手究竟是谁吗？听说被查以丹的案子，这宫里已经有几个人丢了命了，就连你们也是屡次的遭到威胁。听本王一句劝，赶紧收手，免得丢了性命。多谢王爷关心。只是王爷还没有回答格太的问题。难道王爷不想知道杀害您亲生女儿的凶手是谁吗？人都死了这么久了，还管他凶手是谁啊？告诉你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再提及此事。一丹，到底是谁把你杀了？可怜的孩子。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。陈总管在，做客。是。二位，请吧。告辞。奴才斗胆，有些话不得不对葛太尉了说。啊，陈总管不必拘礼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王爷这些年来好不容易走出以丹格格的阴霾，今天那也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才应了二位来访。所以奴才希望葛太尉了和含香姑娘以后
不要为了以丹格格的事儿再来烦王爷了。难道王爷就那么讨厌以丹格格吗？可是当初雪雁冒充格格女儿的时候，王爷跟福晋不也是很开心的进宫相认吗？王爷会这么做，也只是不让福晋伤心而已。毕竟，自己的孙女是无辜的，但王爷对以丹格格的心结之深，那是你们外人难以想象的呀。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女儿，没想到时隔多年，王爷还是不能谅解以丹格格。换作是奴才，若是有这样让家族颜面丢尽的女儿，奴才也一定会亲自处理掉这样的女儿，免得她留在这世上丢人。二位，不送了。韩香，虽然说虎毒不食子，但是今天看郑亲王的反应，我还真开始怀疑这句话了。再加上陈总管那副同仇敌忾的神情，我还真的开始去猜想，会不会郑亲王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才派人去杀害以丹格格？现在既然已经调查到以丹格格的阿玛与额娘身上，就不应该再往下查下去了。这是为何？理由很简单，要是郑亲王是真的凶手的话，那皇太后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毕竟以丹格格是他的女儿。就算真相真如此，我也要早日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还有，我一定要找出杀害以丹格格的真正凶手。只是，我真心希望凶手不是郑亲王。韩香，方才在郑亲王府，为什么你见到福晋伤心，你好像也变得很激动？人皆有恻隐之心嘛。我是看到身为人母的福晋哭得那么伤心，我就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亲娘。我是被福晋的母爱所感动的。我额娘说的没错，女人真是水做的。哎，你不要老是把你的额娘挂在嘴上。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为上。韩香，怎么了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觉得好像有人在盯着我看呢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事的，可能是我多心罢了。走吧。葛太贝勒，谢谢你帮我查了一整天案子，辛苦你了。能替你做事情，我高兴都来不及，哪会嫌辛苦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先回房了，一会儿我还要去服侍皇太后呢。好吧，你好好休息，有空我再来找你。嗯。韩香为什么会说她希望凶手不是郑亲王？
韩香，我有事想问你啊，你开个门。韩香，韩香，韩香，你怎么了？ 韩香，你醒醒！韩香，你看看你这个地方，针脚需要再密一些。童子库，乌兰，什么事急成这个样子？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吗？ 我刚才听见宫女说，韩香被毒蛇咬伤了，现在御医正在抢救，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怎么样了。什么？